心架一路，左蹬一根，接上式擦脚。拍完以后，两手放松下沉，向后捋，左手顺缠，右手逆缠，变胸腰折叠，翻掌外蓬发力。好，放松下捋，插步相合，两手手腕相合交叉，螺旋转身，双逆缠外蓬，转双顺缠合右胯，两手交叉合于胸前，放松下沉，变胸腰折叠，有掌握拳。好，领膝提腿，领拳相合，蹬腿，由拳变掌，螺旋发力。好，换方向。好，反方向，拍脚，放松下沉，两手向后捋，胸腰折叠，起身收腹，左手掌背朝外，右手掌心朝外，一上一下，左脚后撤步，两手顺势下捋，左手掌心朝上，右手掌心朝下，坐胯螺旋，两手交叉相合，双逆缠外蓬打开，双顺缠螺旋相合，松胯后坐，胸腰折叠，有掌握拳，上提放松下沉，领膝提腿，相合团身，绷掌蹬腿，螺旋发力。好，左蹬一根。心架一路的左蹬一根里面包含了很多胸腰折叠的动作，包括身法在转关的时候还加了一些新的小劲儿。那么第一个小劲儿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怎么做呢？当我们拍完左脚以后，注意看，不要着急把左脚下落相合于地面，两手这个地方呢，为啥不再是擦脚动作了？它是属于一个转关动作，没有名称，但是有身法的螺旋运行变化，所以拍完以后放松下合，有一个微微向后捋带的动作。来，从侧面看一下，拍完两手，不管是心架老架，拍完之后两手都要顺势放松下沉。当两手合于两膝上方的时候，变什么？身法松右胯向右螺旋，两手微向后捋，左手顺缠，右手逆缠。领的过程当中，胯松沉，它可以接上一个什么？胸腰折叠的一个运化。你看单腿合到右胯以后，变胸腰折叠运化，合胯发力。这个地方的发力呢不好出劲儿，因为很多同学现在在练习的时候都是打完以后这手腾，然后一推掌就回来了。你把手推上去，它有劲儿没有？肯定是没有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应用的一个细节就是打完擦脚之后，先放松下沉，微向右螺旋，胸腰折叠，它有一个运化。所以在我们练习的过程当中，如果胸腰折叠做不出来，那么我们的这个推掌劲儿，它也就是只是走一个外形。那么大家应该怎么样呢？这个得多练，因为胸腰折叠的运化方法，咱们早在前面的课程都跟大家讲过了。所以这个位置就看大家能不能去找感觉了。比如说通过单式去找一些松右胯、以身带手的后捋。前期的时候可以先把这个手呢先放松和这个脚先落地，先用到一个虚步，进行一个胸腰折叠的螺旋推掌的翻掌上捧。那等到时间长了以后，咱这个腰当胯有劲儿了有劲儿了，你到时候再去慢慢把腿抬的离地低一点你再去走这个螺旋大，或者到最后再去把腿拿起来去做，形成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你上来直接走高的，你发不出来劲儿，你合不到这个当胯上，那咱后面了慢慢不就能合到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由低到高，一点一点先去从虚步去感受，然后慢慢再从咱的这个把腿拿起来，一点一点去把这个劲走出去。在走的过程里面稍节的变化，左手顺缠，右手逆缠，它其实跟咱们
之前找的这种三换掌啊这种动作都是一样的。一推掌以后到这儿，一下捋一下合，一翻掌一螺旋，啪一推掌。为啥？因为当你在腰转的时候，左手什么劲儿最舒服？螺旋伸手背的劲儿最舒服。那右手呢，就是在身法左转螺旋的时候，一相合，一推掌，这个劲把握的最舒服。所以俩劲儿合一块儿，那不就是下捋相合、螺旋膨掌的一个身法？心架里面好多这样的动作，所以这个地方咱就不再过多的去啰嗦它了，去找到这个感觉劲儿就行了。哎，那下一点就是咱的这个左蹬一根的重点了。心架当中的左蹬一根，在拍完脚以后，哎，两手发完劲，它跟老架里边不一，它不是直接下合，它是什么？它是多了一个下捋。推完以后，右手掌心朝外，左手掌心朝内，坐胯后沉，下捋螺旋，手腕相合，身法回正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身法左转，双逆缠外蓬打开，松右胯，身法右转，双顺缠螺旋相合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咱们的这个动作和老架是一样的，收过来以后开始产生变化。坐胯下按，双逆缠按掌。到这个位置之后，来，同学们，咱从侧面看一下。到这个位置以后，胸腰折叠，只要胯往下一落一坐，这个身法是不是就起了？这个身法在走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这个手上要把胸腰折叠的这个劲力，像一个小鞭子一样，体现到我们的手指的梢节。所以这块就能看到一个动作是一折叠，两手像是一个小鞭子一样抓到，让鞭梢甩进来，像抓握一样的动作一般。但这个劲儿不是让你直接抓手，你很多老师你看到这就是身体上下一起伏，把这手往上一抓就结束了，它不是这样走的劲儿，它是在用我们胸腰折叠的一个变化。你看走，看到了没有？由臀胯好到胸背，肩肘手，依次把手逮进来，就像我们这个，这是我们这边河南话叫逮毛巾啊，掸毛巾，把这个手给逮进来，让梢节像一个小鞭子一样一甩一抓就合进去了。所以这个位置大家需要多练，让这个劲儿能够顺着自己的两肩通透到自己的两手上。那到这之后不要着急，这个结束了，它是通过胸腰折叠到位以后呢，看好从这个位置胸腰折叠到位以后，好一掸一合，放松下沉，然后再领膝团身，提腕相合。哎，到这儿基本上和老架一路的蹬根是一模一样的，只要收起来，周身往上一合，把这个劲通过腰腹团起来，身上合住了，就是咱发力的一个核心。你说左蹬一根你发不出来劲儿，为啥？其实说白了，就是同学们你蓄劲儿的时候，好蓄得很好，但咋样？你蓄的时候不是蓄在腰裆胯上，你蓄在哪？你蓄到后背上了，啥意思？一说团身相合，大家第一个反应都是好，我要把上半身卷起来。你一卷，胯合不上，这儿是展开的，你这儿合的再多，它又不是让你走上半身，是不是？所以合到这个以后，哎，你先团身的过程当中，同学们不要着急，注意看它前边的变化。你松下来是沉胯后坐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提手的时候，你再去团身，这不是浪费下盘的相合了？所以咋办？把手往上一拿，把这个胯到这儿，你看吸气，这是不是就起来了？对不对？所以一吸气一相合，气贴背，脸入脊骨，一收进来，左边右边也是，左边也是。你要能把下半身通过腰腹的合劲儿一收啊，啪合进来了，你再去蓄这个劲儿，你会发现蓄的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得记住。那最后蹬腿的这个地方，蹬腿老架是绷拳发力，新架是推掌外蓬。这个地方的推掌和绷拳它的发力一样不一样？它们的发力核心的原理是相同的，哪不同？就是说绷拳它和撑掌的力都是来源于胸背的开合，都是以这儿的开合。你看绷拳打推掌打都是以这儿的开合为主。
但为啥它的这个节节贯穿的方法不一样了？就是因为撑掌的时候，它更多的是朝外走的劲，崩拳是朝两边、朝后外走的劲儿。那一样了，既然它的发力原理核心是相同的，那你就需要找哪点的细节？它在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劲儿变成推掌？那就是展肩推掌的这个路线不一样。你看，崩拳是直接从胸背开合向两侧去打开，但是你看这个推掌，它是领起来之后，先领肘外蓬，然后折叠撑掌，所以它跟老架一路的这个直接向外崩拳的这个劲，从外形上看着不一样，但它们之间的这个发力的核心是相同的，都是靠胸背开合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块得去多练多感受，把肘先领起来，再去推，去找到这种也是胸腰折叠的一种感受，一种变化。那老架是新架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劲力，所以多去练练，找找他们之间的这个小差别，看看肘关节顶到什么时候一撑掌，这个劲才能出来，知道吧？这都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去练习。那同理那当我们去蹬腿了，你老架里面的蹬腿，不让你脚尖朝上，不让你这样去身体乱倾斜，那它和新架一样不一样？那新架和老架是一样的，一领起来以后，只是手掌上半身不一样，你团身相合到推掌的时候，身体的旋转对称、螺旋、拧转，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只不过大家在做这个新架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点，就是撑掌的这一瞬间，能不能跟你的这个手和脚同时向外走？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蹬这个腿和发掌的劲儿，它不太一样。它是咋样？它是先蹬腿再撑掌，别有这种情况。这是我看之前有一些这个同学在发的作业，在老架里面一蹬腿，腿先出再打拳，咋会能让这两个不相同呢？就算你再搞节节贯穿，你也不能把周身相合丢掉呀，对不对？所以蹬腿发力的时候，打完蹬腿的这一瞬间，好，螺旋撑掌，翻胯发力，找到同一瞬间和当胯螺旋的相合点，就 OK 了。这是新架一路的左蹬一根。